大家自己心裡想一想，你到底在這一年你的財富有沒有翻一倍嘛？如果你沒有翻一倍，你就沒有跟上這個股市的財富列車啊。所以我認可的是用房子去做增貸。一旦當股市大幅的回調的時候，你的槓桿風險就會爆發出來，一跌可能是30%、40%哦。時間點我認為是2027年到2029年。去你家，我是尚華。台股現在已經衝上了4萬點，而且在去年一整年呢，台股的總市值增加了70兆。照理說，在過去這一年，大家每一個人平均下來都得在股市當中賺到305萬。你有賺到嗎？今天我們特別邀請到了財經專家慕驊哥來到現場，跟大家一起分析。慕驊哥你好。尚華大家好。2025年安聯全球財富報告，台灣名列全球第5，僅次於美國、瑞士、新加坡跟丹麥哦，而且更是亞洲第2。照這份財富報告來看，台灣的人均金融資產呢，應該要有608萬。重點是，這個是在台股2萬點的時候做的一份數據，現在台股已經上4萬點了。照理說，我們台灣每一個人要富到流油了嗎？安聯這個全球財富報告最主要統計的是金融資產，就是包括像股票啦、債券啦、定存啦，房地產並不包括在這裡面。照這個數字來看，台灣人的真實財富的淨值應該是更高的。去年的5月，台股指數是21000點，上市櫃公司的市值加起來是70兆，現在都已經跑到了42000點，所以市值是翻1倍，增加了70兆，70萬個億。你想看多誇張啊？台灣才多少人呢？瞬間1年的時間多了70萬個億，當然把台灣整個財富的地位在全世界衝上去啊！第1名美國，第2名呢中國，第3名日本，第4名呢香港，第5名呢印度。你說台灣有多偉大？我們市值的這個大幅增加，就好像每一個人都要分到這樣錢，對不对？对啊。大家自己心裡想一想，你到底在這一年你的財富有沒有翻1倍嘛？如果你沒有翻1倍，你就沒有跟上這個股市的財富列車啊。現在弔詭的現象就是說，在這個贏者圈裡面，我叫做資產社會的人跟薪水社會的人，它是2個極端。什麼叫薪水社會呢？就領薪水勞動階層。贏者圈就是標準的科技圈的人，整個 AI 供應鏈的董事、監事、大股東，包括他们公司的員工，持有這些股票的人。那這些人的財富都跟了大幅的往上升，把這個平均數的數字美化了。照慕驊哥你這麼說的話，這一次他其實沒有資產重分配，反而是讓富者更富。Exactly 就是這樣子。但慕驊哥，我跟你講，你剛剛說只有科技圈的人賺到錢，我不認同。因為呢，台灣250萬人都是台積電的股東，我可以不用在台積電上班，可是我可以買台積電股票啊。我們直接去看台積電股東登記在集保結算所裡面的人數，台積電股東251萬，創歷史新高，好像全台灣10個人裡面就有1個人有這個台積電股票。問題是，你真正有1張台積電股票嗎？1張是1000股，不到1000股的股東人數佔200萬人，也就是80%都是零股持有者。另外一個數字呢，告訴我們台積電現在的外資股東佔比高達70.4%。那真正在內資手裡的股票就有30%啊。真正一般的投資人能有個2張3張台積電，那就人生勝利組了，就已經像你講的，已經富得流油了。對。不過呢，今年還是可以看到非常振奮的消息，台積電的股價終於追上了股票代號2330，後來好像就一直差不多在這個區間，大家就是很期待什麼時候上3000。也許在今年年底或者明年初的時候，我們會看到這個數字出現，因為以台積電的 EPS 獲利情況的展望，這幾年看起來都非常非常的好。比如說今年 EPS 已經估到100塊了，明年的 EPS 估到130。如果你用本益比這個20倍做這個中間值上下延伸的話，事實上台積電的股價應該是隨着它的 EPS 增加而持續往上升。台積電如果一路往3000走，我看這個幾率是很大的。很多人會問說，哇，你會不會太過樂觀了？你的理論依據是什麼？除了我本益比的觀念、EPS 的成長的觀念以外，我認為這次 AI 的發展呢，我自己個人把它定位叫做 AI 智慧資本主義。這跟過去40年全世界講金髮姑娘經濟是不一樣的。也就是說，過去我們講3D，低利率、低通膨、低經濟成長，未來不是，未來是高經濟成長，相對物價較高的通貨膨脹比較高，那利率也降不太下來，所以未來變成3高，從3低到3高的扭轉，就是過去40年跟未來20年最大的扭轉。对，所以基本上我把它這次定位叫做 AI 的創世牛市，就是 AI 的智慧資本主義的開啟。那要開啟到什麼時候？依照週期理論，第一週期出生段的週期，我個人估計到2035年。因為這個超級創世大牛市，所以你發現有很多的個股股價從100塊漲到1000塊，甚至2000塊、3000塊、4000塊。你有沒有發現這樣的一個趨勢跟方向？對，所以造就了超級無敵的富豪出現。那這個週期呢，
中間一定會有幾次的大的拉回、大的下跌，一跌可能是30%、40%哦，所以你也不要小看這種周期間的熊市哦。這些熊市都有可能走1年到10個月。那什麼時候比較有可能會是這個熊市的時間點？2035年這個周期，我認為是2027年到2029年。配上有人講，我買一個100塊的排骨便當，我要考慮5分鐘，但是我買一聯發科，我就1分鐘就決定了，價值觀的扭曲。排骨便當吃完就沒啦，聯發科會一路帶我飛。是的，如果你的表哥是在台積電上班，跟你在群創上班，你會不會有很大的落差感？突然变成整個家族地位最高的人。Hello， 大家好，我是尚華，非常開心大家喜歡下班去你家這個節目。可是團隊告訴我說，其實還有7成的你們還沒有訂閱哦，歡迎大家趕快來訂閱我們風傳媒的頻道，一起加入我們的行列吧。當然，我們也很希望嘛，台積電能夠帶動我們整個台股的大盤衝上5萬點。有一些機構是預估說5萬點也是指日可待，但是呢，也有一些美國的傳奇投資人，他們會覺得說很擔心，這一波是不是快要泡沫化了？以今年來講，今年第一季台股的上市櫃公司獲利是1.56兆，創歷史新高，這是稅後純益。1.56兆年比增幅是48%，也就是說，今年第一季跟去年第一季我們增加了將近50%，所以你用全年的這個獲利增幅的是40%去算前瞻本益比的話，現在就不貴啦。美股也是一樣啊，如果你用 S&P 500公布出來的公司27% 的一個獲利的 EPS 的增長去算 S&P 500指數，現在就沒有像過去4季度的本益比看起來這麼高啦。講泡沫的人，我認同提醒投資人居高思維的風險絕對是正確的。如果要展望未來 AI 這些公司整個增長的力道非常強勁的情況之下，我們可以比較樂觀的看待未來的一個市場的方向。現在有一些專家會認為說，很類似當初在1999年.com 泡沫要到2000年的那段時間的那一個情形，你確實是可以來做對比的嗎？我覺得.com跟 AI完全不能比。我認為 AI 這一次的強度可能是.com的幾百倍甚至上萬倍。.com它是使得人類從電話線到網絡線的時代， AI 是到未來的整個社會結構全面的改變。我講一個醫療的就好了，醫療現在開發新藥的速度可能是以前的100倍快，解決癌症啊，解決各種罕見疾病的速度是以前完全無法想象的。這種靠 AI 技術的發展，只是現在才到模型訓練階段，還沒有到完全推理跟未來實體 AI、物理 AI 的階段，就已經這樣子了。那你就知道說未来有多大的發展空間。所以我把這一次整個發展在社會結構下面的我的觀察，我把它定義叫做既虛幻又真實的經濟增長。舉台灣為例，今年第一季 GDP 13%，13%是不是真的經濟增長？是啊，去年8%，今年還有8%，是不是真的經濟增長？是。但問題是它為什麼很虛幻？因為不是所有產業都齊頭並進啊，它只有 AI 跟科技產業往上增啊。媒體有沒有同步的齊頭並進？旅館、餐飲業、內需行業有沒有？包括甚至房地產有沒有？你看4萬點的時候，其實漲了也就是那幾家股票，一大堆人也還是沒賺錢。所以說很多人會感覺很不真實，財富普遍的在你所有持股上面一路往上升，不是的。所以我把它定位叫做既虛幻又真實的社會現象。慕驊哥，那我要來一個靈魂發問：如果手上有500萬的人方案，我要跟他拼了，我繼續放在大盤裡，他今年會上5萬點。第二是剛從股票裡面賺到的這500萬，有土斯有財，我先來去買房，會不會就賺不到後面的這一段了？可能它機會成本比較高。而第三是我滿手現金，我相信現金為王。這3點你怎麼看？我最不贊成第3點，你放棄了股市跟房市可能的投報，只擁抱現金的，這是最基準的報酬。比如說我們放定存就不到2%的一個年報酬，你完完全全還被通膨吃掉了。沒有啊，我等它股市現在修正到一個不錯的點位，我再進。好。那通常會滿手現金的人呢，就是相對比較保守人。等股市下跌的時候，他也不敢進。你都已經錯過過去的2萬點了，你就會再錯過未來的2萬點。那是個性是使然，或者是說觀念是使然。有一種情況是例外，就是你從股市已經全部撤退了，你现在滿手現金，那 OK。假設說你一直滿手現金，你可能未來還是永遠滿手現金。對，就是這是第3種，我先從你第3種解剖。那我覺得第一種就是說，我現在有500萬要去買房，我是從股市來的錢 ，OK 不 OK？OK 的，因為我一直很贊成，就是說要改善住房、改善生活品質這個觀念。也就是說，當我們有了錢，我們的錢其實不是只有在賬面上面爽，是真的要讓你改善生活品質。我的生活要開心。是的，所以說，如果你是自租換物需求，拿股市賺到的錢，或者說從股市抽出來的錢去買房，我完全贊成。而且你根本也不用去考慮現在是不是房價的低點啊什麼的，你不用去考慮那些，因為剛需其實不需要考慮進場的時間點，因為你就是需求嘛。如果說你是剛需加投資，你也許要挑地點、挑價格、議價。問題你不是以投資為主，基本上是買
方市場也是一個好時間點。第二種情況，再繼續全部投入股市，也 OK 啊，但是記得你要做投資組合，要控制好風險，不能單壓一支。而台積電很好，我全部壓台積電，萬一台積電不漲，它落後大盤呢？你還是需要分散風險。比如說，你去買一些主動式的市值型的 ETF， 好的權值股，你再去買一些衛星的組合的公司，比如說一些相对比較中小股本的公司，但是他們股價爆發力強的，那這樣去做組合，時時注意持股比重跟現金比重的搭配，會是一個進可攻退可守的系統化投資的策略。萬豪哥，其實我們現在看到有一些人呢，他们可能就會先把本來要買房的头期款先扣着，我先進股市，再多賺一筆。那甚至呢，有一些朋友可能會說，我先買了房，可是我把房子再拿去增貸，把這個錢投入股市，就等於開槓桿。你覺得這樣的做法妥當嗎？記得第一個開槓桿是有一定的槓桿風險，一旦當股市大幅的回調的時候、回撤的時候，你的槓桿風險就會爆發出来。第二個呢，開槓桿是有資金成本的，投資呢一定要有計劃式的、系統式的去做，而不是呢讓自己暴露在無限的風險中，到最後你不知道怎麼收場。當你都有計劃了，當你都想好了，可不可以這樣做？我的答案是可以的。假設你現在完全沒有資本可以去投入股市，你又很想要投入股市，你怎麼辦？富貴險中求，你只能借錢啊。对，那當然最好的方法是跟爸媽借，因為完全沒有這個槓桿的成本，爸媽不會收你利息，只有情勒的風險而已。對，那如果你不能跟爸媽借到錢，那你也只能拿你的房子去增貸，有計劃，而且知道不要當直覺韭菜收割就好了。最近是有一些朋友他直接去借信貸，我不建議用信貸，因為第一個信貸所借出來的錢比較小額，第二個呢，信用貸款上面呢，你還有人情的壓力，你還有保人啊這些。一般來講，你必須要有非常好的工作，比如說上市公司、500大企業或者公務人員等等，那這樣子的人才能借到信貸，所以它的資格是嚴格限制的。2.5%可能是階段式的利率哦，它可能第一階段2.5%，後面可能它要調高的，所以也要詳細去了解信貸是不是固定利率或者說浮動利率的這樣的條件，這個是要去了解的哦，不要只聽了說2.5%就衝進去了，事實上那中間可能會有一些誤解，真的，然後股票沒賺到錢，血本無歸。沒錯，所以我認可的是用房子去做增貸，因為房貸的利率它比較固定。華哥剛剛給了一個非常棒的建議哦，可是我也很好奇一點是，股市跟房市是比較聯動的，是的，就像我們大家直觀的想象，我股市賺到錢了，我就會投入再去買房，我要讓我的生活變得也跟賬面一樣爽。可是現在很怪啊，股市漲那麼多了啊，房市冷淡啊。現在房市，我自己個人把它定義跟經濟跟社會結構一樣，就是 K 型房市。有錢的頂端的人，他們就 K 型上面那些人。對他們來講，買房子就等於買愛馬仕包包一樣，他們根本不問價錢，只問地段夠不夠頂，整個朋友圈夠不夠頂而已。好，我要買這個房子，能不能把我現在很頂的房子換成更頂的？那 K 型下端的人呢？大家都看到房價這麼高，都已經滿到鼻子都快淹沒了，希望央行繼續打房打下去，都不要停，讓房子崩盤，崩到底最好。但問題我們看到房價也不下來，真的。所以說就變成現在的房市是這樣的狀況。我講一個一的故事好了，我認識一個醫學中心的主任，他去看那個大直的頂級豪宅，是當天他進到接待中心，接待小姐是讓他看，然後介紹，客氣的講說，您可能不是我們的目標族群，就這樣講了一句，馬上刺傷他。但是他馬上看到另外一個科技圈的大佬進來看房，完全就沒氣了。為什麼？我跟他真的就是不能比，算他年薪600萬好了，700萬好了，他要買1億的房子，他還是會喘啊。等於說8000萬，你一個月要付40萬的本利攤還，那你薪水60萬，你剩下20萬。那你當醫生幹嘛？我講的就是一個社會現實的氛圍。4、5千萬以下的房子有沒有人在買？有人在買，那種就是換屋族群，那種也是在股市有賺到錢的人。但是呢，他就不可能去買上億的頂的房子。我認為最難賣的房子就是5千萬到7千萬，上不上下不下，卡在這個地方。那這種房子呢？講真的，二手也難賣，新屋也難推。會精打細算的人就可能會去思考說，我買一個7千萬的房子，受那麼多約束，要負擔中的房貸，跟我去投入股市的機會比起來，是不是值得？現在比較好脫手的房子，大概是在4千萬以下，然後有一定的質感、一定價值的。大家可能也可以考量一下自己的狀況吧。無論是股市還是房市，聯準會都佔了很重要的一席之地。特別是5月中，他們要換新的聯準會主席，他在未來的整個利率上面的政策上面，大概要怎麼看？華許這個人非常的奇葩，你知道嗎？他打破聯準會100年來的一個情況，因為聯準會主席大部分都是學者出身，什麼伯南克、葉倫啊，現在的這個鮑爾，他其實已經算異類，因為他是律師出身的，在華爾街待過的，他已經算是比較異類了。大部分都是學者出身。好，那既然是學者出身，他們是做事一板一眼，華許不是哦。你知道華許的老婆是誰？華許的老婆是雅詩蘭黛創辦人的孫女哦，他老婆的身價20億美元。華許自己個人的身價超過1億美元，他是有史以來最有錢的聯準會主席。他了解金融界，他太了了，對不對？
所以這個異類呢，去當聯準會主席，哇，我跟你講，一定爆出大火花的。哦，他的政策是什麼？你知道嗎？他沒上任，在國會就講很清楚，我要降息，跟川普要的是一樣，因為川普就是要降息，所以為什麼川普選他？因為他要降息。可是他為什麼要降息？是蠻嚴重的。對，你先聽我講，他為什麼要降息？他認為降息可以刺激這個經濟的增長，所以他要經濟增長。好，所以他要降息。但他另外一個政策是他要縮表哦。降息衝突的吧？對呀、啊，因為這兩個不同的閥門嘛。我們講說縮表是從資金的存量去做減縮，對，所以他要在利率這個剎車上面去放鬆，然後呢，他要在從存量的方向呢去做緊縮，把資金抽回來，避免泡沫化。对，他要又縮又放，在刺激經濟的同時呢，去調整聯準會的資產負債表的結構的同時呢，不去讓經濟跟股市過度的泡沫，而讓財富的分配可以更均衡。他的理念非常好了，但是要做起來講實在很困難了。對啊，但是我很期待看他的做法。可是慕驊哥這樣感覺起來很像我在開一台車，但是我一腳在踩油門，那另外一腳又在踩剎車，是不会互為抵消嗎？你沒看過 F1 賽車賽嗎？ F1 賽車賽他們的方程式賽車的賽車選手，他們就是一腳踩油門，一腳踩剎車的。哦，頂級賽車選手為了讓他們的這個速度跟他們的反應更快，所以他們不是一腳移動去踩剎車跟油門，我們一般人才是。頂級賽车手是一腳踩剎車，一腳踩油门的。哇！所以說基本上華許就是把他自己看成是一個頂級賽車手。他將來從一個頂級賽車手這樣的金融業的頂級賽車手進入到聯準會，一定會爆出非常大的火花。所以我覺得後面呢，聯準會的動態呢非常值得注意，尤其是他現在很尷尬的是什麼？美國 CPI 現在 3.8 接近4 ，PPI 已經到 6%， 已經是3年來的新高。物價因為中東戰爭而上升，油價上升，所以華許上任會面臨到一個他的挑戰，就是說現在的物價環境不容許他降息，可是他政策是降息，那他要怎麼降呢？這就是值得觀察了。那在未來這個大局勢之下，小資族們又該怎麼來做資產規劃跟配置？我的誠懇建議就是，你必須要從薪水社會進入到資產社會，就是錢大膽投入股市，膽大細心，不要當直觀韭菜，你要當批發者，要從法人的角度去思考金融市场，把你自己當成是批發者，而不是零售者。零售者永遠是被批发者給宰割的，所以你不要變成他們的養分，不要變成他們的燃料，要必須呢跟上他們的腳步，找對系統化投資的方法跟策略，這樣你才能會是股市的贏家。希望大家呢都可以做一個非常完美的資產配置哦。接下來我們都有機會能夠進駐億元豪宅哦。謝謝慕驊哥，我們在裡面開香檳，大家一起見面。